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明白赵丽颖和冯绍峰当时的情况，分道扬镳是无法避免的。这2年被称为媒体分离的主要年份，不管这对夫妇多么有希望，他们还是决定分开。我无法抗拒思考，我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对媒体的崇拜有信心的冲动。最让大家吃惊的，应该是赵丽颖和冯绍峰2人意外结婚，莫名其妙分道扬镳。许多人仍在处理关于2人结婚的新见解。眨眼间，2人平静地分开。他们很可能是媒体中最简短的一对。2人虽然都是实力派艺人，但职业规划却大相径庭。他们对彼此有不同的看法。到了分离的阶段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没想到它会出乎意料的早。如今2人已经分开1年多了。回想2人在被权威宣布的时候是多么甜蜜，现在是多么的屈辱。2人在秀场上的关系也很严肃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2人是合奏电视剧《知不知道》的男主和女主。虽然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赵丽颖饰演的娼妓在王宫玄关的童年故事，但冯绍峰饰演的权势之身才是该剧的巅峰。既然《知不知道》的剧集数不胜数，也暗示了艺人们需要在类似的地方吃吃喝喝住相当长一段时间。2人是对戏中情侣的默契，而这未说出口的要求，就是要在戏外扎心。他需要2个人不断的磨合，并追踪一个像样的状态，最后才能在电视上介绍他们。1到2个单身的艺人和艺人通常会在他们始终如一的共存时培养情感。于是在那段时间里，2人饰演的角色在剧中相知，也经历了热血沸腾。2人也同样从戏外的搭档演变为情侣。知不知道之所以能成为古装人体模型屋顶的理由，很可能是主演赵丽颖和冯绍峰没有演，而是揭露了他们的真实情感。现实，影片拍摄结束后，2人权威宣布恋情，速度步履蹒跚，一口气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知不知道开始时，赵丽颖想在家生子，冯绍峰则跑到外面去进阶。冯绍峰和赵丽颖有演技和地位是有道理的。不管赵丽颖怀孕后是否休息片刻，反正都会有戏。还有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在官方公布的时候已经怀孕了。2人基本上得到了婚姻认可，他们没有婚礼或特别的第1晚。世界其他地方都认为，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后，2人将把注意力转移到家庭上，并像一对小精灵一样过日子。然而，没有人觉得赵丽颖回来的这么快。生完孩子4个月后，赵丽颖就立即重新开始录制。狗子拍到赵丽颖一直在绕队，孩子们被分到群里交给保姆处理，尽量不要从一开始就看到冯绍峰上升。2人虽然没有在短时间内回答关于婚姻变迁的八卦，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。有网友猜测，2人之所以不回应婚变的八卦花絮，是因为要迅速将怀孕后的赵丽颖拉回大众评价的焦点，这无疑会影响她接下来的走秀和曝光。网友的猜测其实已经得到了肯定。2人正式宣布分居后，他们名下的组织已经不在乎了。赵丽颖以分居为题报了下面的节目，下面的资产严重惊人。在冯绍峰凭借《王府邸》名声大噪的时候，赵丽颖还在路人面前集体出演了各种电视剧。就在赵丽颖带着绽放千古从圈子里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冯绍峰浑身一颤，2人在2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显得格外精彩。很多人觉得敖丽颖配不上冯绍峰，因为冯绍峰不仅是校友，而且家境殷实。更何况赵丽颖是在旷野被带到这个世界的，居然几天没去上课。她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完全是靠对演戏的热爱。2者的融合是普通的完美追求者和灰姑娘，但真正的不是偶像表演，理想男人和灰姑娘必然会以别的东西出现。
不难看出冯绍峰这几年拍的戏越来越少，快要退休了。此外，他本人可能非常佛教徒，并不总是对名誉和财富感兴趣。但另一方面，赵丽颖就不一样了，她努力进入现在的状态，自然而然，她现在不用再因为生了一个婴儿而浪费了自己10几年的艰辛绘画。赵丽颖的灾难感可能很重，同样也很功利。等她回来的时候，申报已经满了。我假设2个人对绘画的心态是婚礼变化的最大目的，其他任何目的都是2个人的性格麻烦，这从他们的事态中可以看出。在知不知道中，顾廷烨通过冯绍峰的方式演绎，是一个偏要出头的人。他现在已经毫不犹豫地为了他的配偶去反驳他的父母和长辈，他要为他的配偶设置全部，然后以一种方式回去。总之，他可能很有男子气概，但屏幕外的冯绍峰似乎与男子气概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曾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有不顺心的事情，可能会和赵丽颖和他的孩子一起哭。每当冯绍峰一哭，赵丽颖就无法体谅他。赵丽颖最简单的安慰冯绍峰，就可以很平静地出现在前面。戏外2人的身份和态度似乎都发生了变化。戏外，赵丽颖为冯绍峰安排了全盘，是家中的掌舵人。或许赵丽颖喜欢戏里的顾廷烨，现在已经不是手抱在一起哭的冯绍峰了。可能是2人在娶了自己的儿子之后，就认定有很多离题的地方，所以才选择了化繁为简，停止短暂的婚姻。02袁冰妍的情况并不总是准确的，现阶段可能没有戏，所以忽略了金鹰女神的资格。袁冰妍因公司偷税漏税事件深受折磨，这对休闲行业的影响并不总是最简单的，但在社会层面也是如此。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一旦涉及到偷税漏税，就会引起全人类和全社会的一些讨论。此外，户外国际通常对高利润休闲行业内的逃税和逃税的容忍度极低，一旦牵扯远了，就会成为污点，或者挥之不去的污点。这个阶段，袁冰妍恰巧在她的掌心之中，被公司的逃税事件折磨着。有一种耻辱，现在已经哭不出来，也不能解释清楚，情况也并不乐观。袁冰妍现阶段无戏可拍，寂寞不能寂寞。作为演员，袁冰妍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幸运的，而那种方面发生了。幸运的是，她能够坚持生活在休闲行业中，不像少数爽、某伦等人，立刻被整个社区的手段封锁，绝对沦为普通的外行。但袁冰妍要吃饭的事情后遗症，导成了一个教训。作为演员，拍摄是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今，袁冰妍的出场职业顿时停滞不前，没有哪一部剧的生日庆会倾向于和她一起合作，她害怕冒一点险，进而耽误整部剧的影响。换言之，袁冰妍目前无权接触影视资源，处于一个非常无语的国度。之前她就已经加入了狐妖小红娘这个组合，只不过有些戏还没拍完就出现了。群里决定一再更新袁冰妍，优雅地将她赶出群。一个准确的大厂女2号，简直超越了人类。错过了与杨幂、龚俊这样的大流量网站的合作，忽略了梳理存在感的绝佳机会。可以说，袁冰妍现在是主动对接资源，虽然不需要报酬，或者只是希望一点报酬，但没有任何群体愿意简单接受，她绝对不敢去冒险。不知道这个民族还能撑多久，就靠袁冰妍接下来的命运了。袁冰妍不顾危险入围金鹰女神出事前，袁冰妍与芒果台关系不错，经常出现在重大事件中。而由袁冰妍、刘雪怡主演的《花落又是你》即将在芒果台播出。事发后，芒果平台不得不放弃袁冰妍，该剧也被下架暑期播出，原计划暑期播出，打乱了芒果平台的剧集排期计划。这部剧没有播出，对袁冰妍来说是一个损失。除了人气流失，还有机会入围今年的金鹰女神。金鹰女神顾名思义，
是近2年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演员，二来和芒果台有关，比如赵丽颖、刘诗诗、宋茜等历届金鹰女神就是这样的代表。公司偷税漏税一出，代表性立马没了。芒果台不敢播袁冰妍的影视剧，自然就失去了关联性。原计划是《落花再遇见你》正常播出，所以袁冰妍和芒果台沟通，又是当红小花女演员，所以打算给袁冰妍入围的资格。金鹰女神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袁冰妍自然没有入围的资格，不入围也拿不到。本来可以和杨紫、谭松韵、虞书欣、李沁、赵露思等人对决，可惜没有如果，错过了就错过了。以后能不能补救还真不好说。袁冰妍到了这个地步也很无奈，她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，所以她瞬间按下了暂停键。03央视中秋晚会，李宇春带来新歌，王一博新搭档谭健出圈。央视中秋晚会吸睛，李宇春、王一博、周冬雨、谭健词、毛晓彤等实力派艺人纷纷亮相，带来动人表演。李宇春带来一首新歌，非常感人。李宇春站在央视中秋晚会的舞台后面，她手里拿着麦克风，带来了一首充满磁性的歌声《银河系的星星》，让人心动。从这首歌的名字来看，充满了象征意义。银河在地表被理解为浩瀚无垠的宇宙，从象征意义来说，可以理解为娱乐业；而星星从基本意义来说就是天上的星星，从象征意义来说就是娱乐圈里的星星。李宇春的新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就是在给观众讲述娱乐圈的明星，非常感人。作为超级女声的一员，李宇春一直在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带来这样积极向上的新作品，被很多同事看到。尤其是这首《天河之星》，主旋律充满正能量，给观众一点回味和思考。其实，只要一个人有梦想，并且懂得去追求，那么他就是银河系中的一颗星，能带来振奋人心的效果。王一博有了新搭档，气度非凡。王一博参加央视中秋晚会，延续了他在央视大舞台上表演的命运。如果说王一博参加央视春晚只是他成功的前奏，那么王一博参加央视中秋晚会就是他的萌芽进行曲。不，王一博和周冬雨一起演唱了《今生有你的风景》，让人心动。毕竟王一博的搭档不是关晓彤，而是周冬雨。作为一名优秀的艺人，周冬雨曾与易烊千玺合作出演电影《少年的青春》。这一次，王一博的新搭档是周冬雨，所以两人一起表演，结果自然不凡。王一博的西装造型和周冬雨的长裙造型尽显明星的成熟魅力。而《今生有你的风景》通过周冬雨和王一博的演唱，也说出了这首歌的真谛：我们这辈子有不一样的风景，是把握彼此的爱与情的意义。谭健词走红央视中秋晚会。作为90后实力派艺人，谭健词与毛晓彤合唱《孤独颂》，诠释歌手情怀。不，谭健基唱的《我怎么忘了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》，不知道唱出了多少人心。想想看，在中秋团圆的日子里，谁不思念父亲和村民？谁会忘记谁？谭健词的歌声悠扬悠扬，表达了一个人孤独的心情，呼应了许多离家出走的人。央视中秋晚会好有共鸣，谭健词携《孤独颂》登台，而其他艺人也通过央视中秋晚会展现了个人风采。就这样，参与演出和央视中秋晚会的艺人实现了互赢共赢的梦想。一场盛大的中秋晚会被歌手这样的歌声冻结，太好听了。而娱乐圈的艺人也会明白一个道理，只要有所作为，一定能在舞台上脱颖而出。是不是？读者对此有何看法？